那它的轮廓也算利落，就会形成一个冲突的一个美感。稚气楚楚可怜的感觉，那我想这就是它能够拥有高人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健保养就靠医美学。大家好，我是普运整形外科诊所院长张子倩医师，这里有最实用的整形新知，也有最潮流的医美趋势，陪你一起美丽升级，自信满分。子倩医美学上课喽！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谈，就是一个刚出道就迅速火遍全球的一个韩国女团 NewJeans。那他们其实2022年才出道，那同时他们以一曲 Attention 就迅速的受到全球的注目。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脸蛋的特色，让国际大牌相中他们成为品牌大使呢？今天子倩医师就要来跟各位分析一下这5个00后的小美女，她们各自的脸蛋特色。那首先我们要先来聊聊 Daniel， 那他其实是一个澳韩的混血，他现在已经是 Burberry 的全球大使了。他的五官是一个就是比较像混血儿的一个五官，但他是比较偏亚洲一点的，也就是说他的眉骨没有那么高，中庭没有那么长。那再加上他的下巴也是比较偏短的，所以就会有一个可爱的感觉。那另外他的鼻子的骨相没有那么明显，它是比较圆润，然后鼻翼是比较窄的，所以就不会是那么有个性，反而会让他有一个比较亲切可爱的一个外貌。第二个我们要来聊聊黑影。黑影其实是团内最年轻的一个团员，他只有14岁而已。那他在14岁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成为了LV 的品牌大使。他的脸蛋其实他是属于颧骨比较高，然后嘴唇比较厚，这种比较偏西方人的感觉。所以其实这样子的特色也会让他的视觉年龄会比较成熟一点。但好在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它是属于眼头比较尖，然后下缘比较圆的这种猫眼，就会给人一种比较可爱，然后比较楚楚可怜的感觉，适度的中和了他的高颧骨跟厚嘴唇给人带来的成熟感。第三个我们要讲到 Minji 可以说是 NewJeans 里面最红的一个团员了。他平常是比较酷一点，然后感觉有点冷艳的感觉。那他其实也是现在香奈儿的一个品牌大使。其实我们仔细分析他的脸型，他的颧骨算高，可是他的下巴是比较短、比较后缩的。那他的轮廓也算利落，就会形成一个冲突的一个美感。另外就是他的眼距其实是比较宽的，眼距宽就会给人家有一种厌世感，就是一种高级脸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也算是他的一个特色。那另外他还有一个很有辨识度的地方，就是说他的嘴唇。一般来讲，我们喜欢的一个唇型是下唇稍微比上唇厚一点点，可是它刚好是倒过来，那也是因此让它有了一个很有辨识度，然后记忆度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脸蛋。接下来我们要聊聊Honey其实算是第2个越南籍的团员，那他现在是 Gucci 的一个品牌大使。那她的脸其实比较像邻家女孩的感觉，就是说她的眼睛是圆圆的，然后有饱满的卧蚕，那她同时她的苹果肌是比较饱满的，然后嘴唇也是偏圆润的，那再加上她的下巴其实是比较偏短的，所以就会让大家觉得年纪比较小的感觉。所以其实她不是团员中年纪最小的，可是她看起来却像是最小的。再来我们要聊聊 Harry。那他现在也是 Dior 的全球的一个品牌大使。他最大的特色在于他的那个猫相，就是他的眼睛的内侧是属于一个内勾型的尖的眼头，那它的外侧比内侧还要高，这很正常，大家的眼角外侧一定都比内侧高，但它高的角度比一般的东方人来讲高很多，就会形成一个比较细长的眼睛，就会有一种比较个性或者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感觉。
那 Harry 他的颧骨其实是不高的，而且他的下巴也是比较短的。那同时他的眉骨也不高。那同时在骨相不明显的情况下，他整个五官会比较像内集中的感觉。那这其实就是一般就是猫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可爱的稚气楚楚可怜的感觉。那我想这就是它能够拥有高人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的时尚其实相比于以往，已经不是强调一致性的美，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有浓眉大眼、高鼻厚唇。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的时尚其实就是你要发挥自己的特色，从你的自己的基础去展现你的美，成为一个就是属于你的氛围。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去拥有某个明星的大眼，或是某个明星的高鼻，反而应该我们要善用自己的优点，然后改善自己比较不足的地方，那仍然保有自己最喜欢自己的样子。先保养就靠医美学，我们下集见哦。